2026年2月底，一条微博截图悄悄出现在各大娱乐群里，没有官方声明，没有发布会，就是一张截图。但就在那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与 quote 白月光2搭与 quote 这个词条直接冲上了微博热搜第1位。评论区只有4个字：与 quote 我没在做梦吧？与 quote。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聊聊白敬亭和张若楠这两个人是怎么从一部争议不断的剧里走到了让全网疯狂的 CP 神话，以及这次2搭快把我老板带走到底值不值得你期待。白敬亭1993年10月15日出生于北京市怀柔区。你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后来登上福布斯中国名人榜的男人，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家里没有任何演艺背景，没有关系，没有资源。2014年还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大一的他，偶然看到搜狐视频网络剧《匆匆那年》，剧组在校园里贴的招募海报，抱着与 quote 反正试试看与 quote 的心态去参加了面试，结果差点落选。导演姚婷婷后来说了一句话，让很多人记住了他与 quote 白敬亭最打动人的不是演技，而是目光的纯净。与 quote 就是这份纯净，让他拿到了男2号乔然这个角色，也让他从此走进了演艺圈。之后的10年，他走得并不轻松。旋风少女，谁的青春不迷茫，天盛长歌，平凡的荣耀，开端，南来北往，一步接一步，从校园男神到职场小人物，从古装配角到无限流男主，他一直在换赛道，一直在打破外界对他的定义。2025年2月18日，他出演了职业生涯里某种意义上最重要的一部剧《难哄》。但事情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说到难哄，就不得不先说张若楠。1996年生，浙江温州人，从来没有学过表演。大学念的是平面设计，毕业后做过服装模特。进入演艺圈几乎是一个意外。2018年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的制片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看到了他的照片，打了个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去试镜女2号。他去了，他拿到了角色。这就是张若楠的起点。没有经纪公司的包装，没有偶像练习生的训练营，只是一张照片，一次试镜，一个机会。所以当南红选角阶段，她被宣布出演女主角温以凡时，外界的质疑声几乎是铺天盖地的。原著粉觉得她不够与 quote 大女主气场与 quote， 路人觉得她演技未经验证，甚至有人直接在评论区说与 quote 这个选角太保守了。与 quote 南哄还没开播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压力。2025年2月18日，南哄正式在优酷上线。就在那天晚上，服务器一度出现了拥堵。开播24小时之内，热度指数突破了优酷有史以来的最快纪录。粉丝们在评论区刷屏与 quote 桑延和温以凡治愈了我这一整年。与 quote 导演后来在采访中提到一个细节，说拍摄期间每次白敬亭和张若楠站在同一个镜头里，监视器旁边的工作人员都会自动安静下来。与 quote 那种氛围感是你没法用语言描述的，只能用与 oppose 对了与 oppose 2个字来形容。与 quote。 而就在同一时间，豆瓣开分了 5.4 分。你没有看错， 5.4 分。这个数字一出，网络上立刻炸开了2种声音。一边是与 quote 剧本改编有问题，弱化了女主的独立性。与 quote 另一边是与 quote 这个分数根本不正常，早期评分有组织刷低分的嫌疑。与 quote 两边吵得不可开交。而就在争议最激烈的那几天，南哄的话题热度反而越烧越旺。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背后的故事远不止这些，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段历史。南哄最终成为了2025年现象级爆款，不是靠豆瓣分数，而是靠观众的眼泪和转发。他登上了 Netflix 全球排名第6的位置。与 quote 桑延与 quote 和与 quote 温以凡与 quote 变成了那一年无数人心中最难忘的荧幕情侣。而白敬亭与张若楠
也凭借这部剧积累了一批极其忠诚的 CP 粉，粉丝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白月光。白是白敬亭的白，月光取自与 quote 月光与 quote 的谐音，也有与 quote 越走月亮与 quote 的意思。井号求白敬亭张若楠二搭井号这个话题，从南红热播期间就开始在微博上持续发酵，有粉丝甚至开玩笑说，与 quote 愿意用自己的单身换他俩二搭。与 quote 没有人预料到这个玩笑会在不到1年后变成现实。2025年底，行业内开始流传出一些消息，说白敬亭和张若楠有意向进行二搭合作，具体项目不明，档期协调中，一切都还是与 quote 据说与 quote 阶段。而就在那个时候，另一件事发生了，南红的制作方和多个平台几乎同时接到了来自粉丝群体的大量请愿，请求二搭，而且要求不是续集，不是衍生番外，而是一个全新的故事，给他们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请愿最终是否直接推动了项目立项，我们不得而知。但有知情人士透露，在最终拍板选择快把我老板带走这个 IP 的会议上，与 quote 粉丝基础与 quote 和与 quote 市场热度与 quote 是2个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2026年2月底，官宣来了，白敬亭饰演精英律所老板叶真，外冷内热，腹黑毒舌，和南红里温柔深情的桑延完全是2个极端。张若楠饰演职场新人江小艺，直率爽朗，和温以凡那种含蓄内敛的气质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更绝的是剧情设定，一场意外，2人穿越进入平行时空，身份完全对调。曾经被压榨的底层员工，摇身变成了霸道女总裁；曾经高高在上的精英老板，反过来成了每天挨骂的打工人。评论区里有人说，与 quote 这不就是现代驯夫记吗？与 quote 评论区告诉我，你们更想看哪个版本的他们，叶真跪下，还是江小艺一统江湖？说到这里，我们来聊一聊官宣之后那些理性的声音。反对者并不是空穴来风。第一个担忧是关于剧情设定本身，与 quote 身份互换与 quote 加上与 quote 穿越平行时空与 quote 这种奇幻元素在都市剧里非常考验编剧的落地能力，悬浮感一旦出现，再好的 CP 也救不了剧。这个担忧是真实存在的。第二个担忧是关于 CP 消费，有声音认为短时间内二搭同一对演员是在消耗南红积累下来的情感资产，而不是真正在做内容创作。说白了，是在吃老本。这些质疑是合理的，但支持者也有自己的逻辑。制作方选择了全新 IP， 而不是南红续集或者番外，本身就是在主动避免与 quote 吃老本与 quote 的嫌疑。从校园情侣到职场欢喜冤家，角色跨度足够大，如果2人能拿出和南红完全不同的表演状态，这次二搭完全有可能再次创造话题奇迹。更何况白月光的化学反应从来不需要依赖剧本，站在镜头前，他们只需要站在那里。白敬亭从北京怀柔的普通家庭走到今天，用了整整11年。他在2025年成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同时超越腾讯、爱奇艺、优酷3大平台人气指数的艺人。这件事在圈内的意义，懂的人自然懂，那不是一个流量数字，那是整个行业用数据说话，认可了他这11年走过的路。张若楠用一张照片走进了这个行业，然后用南红告诉所有质疑他的人，那个没有科班背景、没有经纪公司包装的女孩，可以站在年度最高热度的剧里，把一个与 quote 让人心疼又佩服与 quote 的角色演得让人意难平。而与 quote 白月光与 quote 这个 CP 名字从来就不只是粉丝磕糖的产物，它代表的是一种在荧幕上极其罕见的东西，2个人在镜头里的每一帧都是真实的，不是表演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这种东西没有办法靠训练得到。导演说，站在一起就有暧昧张力，无需刻意演 CP 感。这句话才是快把我老板带走最大的底气。
不管剧本最终如何落地，不管身份互换的设定能否撑起10几集的叙事，